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头痛的伙伴，很被动，无法激励，交代的事情大家做一说一，到底该怎么办呢？总是没有办法可以把团队去做这样的推行，到底要怎样子激励大家往前进？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如何激励团队？团队气氛不佳，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呢，我们在讲这一个议题就是要怎样子去做一个激励的主管，让你的团队伙伴都可以激励的做起事情来。这背后的秘密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要记住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伙伴都愿意为你的组织而奋斗，所以身为主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导激励，并且让大家在对的位置上面发挥出对的功效出来，这就是领导管理职要做的事情。那今天会教你几个解法，我们把它做起来。第一个解法就是不要永远跟你的团队伙伴讲你的公司目标。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在跟你的团队伙伴讲公司目标的时候，关他什么事？其实不关他的事的，你要讲出对他有什么好处。在做团队带领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私人目标跟公司的整合目标合在一起往前进。多数的人都是会为自己好，一并也为组织好，这个方法是前进的，这样子才能去驱动大家。所以千万不要只是在讲你公司的目标，要先讲对方的好处，对方能够做到之后呢，得到哪些的益处，再来讲公司的目标，这样效果会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多数的伙伴他无法自动自发的帮你做事情，或者是很被动，没有被激励的感觉，原因是因为他在组织当中找不到他自己的角色。阿德勒说过，人要幸福就是要在一个群组当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跟定位，那他就会转起来了。要记住一件事情，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多数人会希望自己对于这个组织上面是有贡献的，所以如果你让他知道，哇，原来我在组织里面是这么有贡献的，其实他就会多帮你做很多事情。那你让他清楚知道组织的目标在往前进，而他的私人目标跟他自己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居然是重叠在一起的，他做好了也会帮助到旁边的人，他就会很愿意做。这个时候呢，他就会 up， 你就可以激励到他。所以其实你要激励伙伴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站在他的角度，讲出他的好处，并且要把他放对位置。一个领导人就是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他才能够有对应的成效出来。那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很多的管理者跟领导人都会忽略的事情，那就是身为一个管理者，身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他的同事跟下属成功。所以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团队成员成功，因为团队成员成功，公司就会成功，公司成功，那我就会成功。所以要记住一件事情，管理不是在管人是在领导人。管理是在管事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当中要懂得这个明白背后要清楚知道要激励人的方法。第一，要知道他想要什么；第二，要让他知道他在什么位置；第三，你是帮助他定好位做好事的人。这个观念带来之后你就会清楚的知道这其实是管理职领导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今天的 A4 模板就只有5个步骤，你要去想一下这一个伙伴他在公司的定位是什么。你身为一个领导职管理职呢，其实你要去帮你的团队伙伴想好他的角色跟组织当中的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自己是搞不懂的。你要帮他设计好，你要帮他定位好，告诉他怎么做，慢慢的才能一路成长，他才会知道他自己应该要这样做。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激励他，而且他会更自发性的把它做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想一下这一个团队伙伴他为公司带来怎样的贡献。任何公司都是盈利单位，任何的组织都是有目标要去做前进的。如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组织带来贡献的话，那一定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没有清楚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发挥贡献，你就把他给带进来。第二，他的问题，他的手上的能力呢，没有办法让他在这个组织里面发挥对应的贡献值出来。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你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初没有清楚知道他的能力值，就把他include进来。所以管理职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他的定位以及他为公司带来的贡献。第三，这个贡献
带来的价值是什么？毕竟啊，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老板，你背后有更大的老板的压力，或是股东的压力，你要很清楚知道他提出来这些贡献，他背后所带来的价值是什么。那他要如何去提供这些价值？他平常在工作，他在组织当中，他做哪些事情去提供这些价值？你要把它列出来。第5件事情啊，就是把你跟他讲那些东西，具体的用一个使用场景，用动词加名词加执行步骤的方法去把它叙述清楚。这个时候啊，其实你就已经把它整体的环境啊去做一个盘点。那你要跟他对谈的时候啊，你就比较容易知道你要怎么跟他谈。所以总结来讲啊，其实啊，你要让一个团队成员啊，他能够很有被激发，很被激励，你具体上面你就会做这3件事情。首先，在他的位置上面帮他找到成就感，并且帮他画好他的蓝图，有地图他就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他就比较有动力。好，这时候这是一种激励。第2件事情，在沟通你的公司组织的使命跟价值的时候啊，切记，一定要跟他的自身利益把它挂上钩。千万不要用代办事项的方法跟他去做沟通。很多人在谈使命，然后谈这个整个的价值沟通的时候啊，都在讲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啊，就会导致他以为是代办事项，他就会下意识的排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清楚让他知道使命跟价值之后啊，然后跟他去讲一下接下来啊，他这些事情做好对他自身有什么好处，而这些好处啊，可以为公司带来怎样的价值？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个时候才到代办事项。所以啊，大家多一件事情，使命到代办事项的中间多一个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呢，比较容易去激励他。第3件事情是任何主管职我都一定会跟他讲的话，不论是我们公司的自身主管的培养，或者是我的顾问团队主管的培养，或者是呢我对我自己说的话，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身为一个领导，身为一个主管，你让你的伙伴成功，就会是你的成功。一个好的主管职，它基本上面可以带出很多优秀的团队成员出来，那这些团队成员的成功，就是这个领导管理职他的成功。别忘了，不要以为公司赋予你管理跟领导的职权，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厉害的一个人了，我要伸手去管大家。其实不是的，你其实是服务大家。所以最优秀的管理是什么管理呢？是服务式管理。一个成功的领导管理者呢，他就是在协助他的下属们成功。未来你有机会当了一个成功的领导人的话，记住，事情专案做成功，功劳是团队的。如果有问题有状况，承担责任是你的。一个好的团队领导人就是要做好这件事情，帮每一个团队成员找到他的位置，找到他的价值，找到你组织跟他的共同利益点，然后协助他创造这个价值，创造这个贡献值。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我是马克凡，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都可以看下方的连结点击。那今天呢，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我们下次见，拜拜。